我是景图教育的雨田。首先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景图教育这一个免费的公开课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整套模具设计的一个流程啊，就是当我们拿到产品，第一步该干嘛，第二步该干嘛，直到我们这一个模具呢试模到量产。那在这里的话，首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模具设计的一个工作它是干嘛的。模具设计它是根据人家客户给我们的产品，我们去生产这一个产品的这一套模具，我们是做这一个模具的。客户给我们的产品，我们不能任意的去更改。你像有一些就是前期的话，我们会去给他做一个这一个产品分析，就是会设计到一个 DFM 报告。在这边的话，就是比方说当我们拿到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首先的话会去干嘛呢？比方目前呢，我这一个3D 的这一个产品比方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要去给它设计生产这一个产品的一套模具，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产品是我们的客户产品设计提供给我们的。那我们第一步的话，我们要去给它呢进行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分析，分析一些什么？分析产品的斜度，然后产品会不会缩水就是整个产品它的一个壁厚然后再就是一个分型然后顶出，然后再就是结构，这一个产品它是否呢有一些这个就是前模隧道滑块前模滑块前模抽芯然后后模滑块斜顶等等，就是需不需要去做结构，然后再就是这个产品它如何去进胶。前期的话，我们就要去做这一个呢产品分析，做这一个分析的同时，我们要去设计到一个什么点呢？要设计到一个 DFM 报告。DFM 报告，如果说我们做模具设计的，你出去找工作，你会这一个 DFM 报告，那这一个你会与不会，那肯定比你不会的一个工资就是收入肯定是要高的。如果说你做模具设计，你这个报告你都不会做，那就有点就是跟这个半桶水一样我们的课程也会带大家就是一页一页的去做这一个 DFM 报告。第3个阶段，包括第4个阶段，我们如何去建议这一个，像有些产品设计的，他画的一个产品整体发给我们的，能够就是很多地方它不能够正常的出模，很多产品它的一个出模它是有问题的，我们要去建议客户要去把这一个产品呢去更改。那如何去建议呢？你如何的去沟通呢？那你不可能说你直接的就是说打个电话说，你这个产品这个位置不行，那个位置不行，他怎么知道是哪一个位置呢？而且你要去提供好，最好的就是你要去提供好他的这个产品要怎么去更改。比方说我在这边我找一个我们的一个模板打开给你们看一下这一个 DFM 报告，这一个模板的话，它是根据的每一个厂里面的一个标准，它可能会有一点差异，但是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比方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首页2个产品，那我们知道1+1的一个状态。往下翻呢，这个就是分析报告清单，然后我们的一些产品信息及模具的一些概述。比方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一个产品呢的一个大小，能够去匹配出来它合适的一个模架。下面排位，然后进胶，然后前后模的一个分型线分析报告。然后再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前后模的分型线，我们用红色线呢去跟客户去确认我这个模具，因为如果做我们同行业的那知道我们的模具它是分为前模和后模，2块模合并起来，它产品中间肯定会有这一个假线的一个产生。那在这里的话，就是我现在所抽取的这个红色线发给他们去确认好。
然后滑块，如果说有滑块的话，我们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呢，也给它去表达这个地方要去出滑块或者是抽心啊、斜顶啊，就是要去做这个结构。然后这个顶针的话，我们下顶针肯定会留有产品上面呢会有这一个顶针痕迹、顶针印子，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就是会局部的呢大概性排布一下。往下翻呢，外观批文要求，刚才所讲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产品设计我们是模具设计，产品它是我们的客户产品设计人家的，是不是？这个产品等于其实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们只是为了去生产这一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它不是我们的，所以说产品的外观要求是人家说了算。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前期呢会去让客户去提供给我们他的这一个产品的一个表面要求，像有些产品它的一个外观面，它需要去做皮纹需要去做这一个镜面需要去抛光做这种高光面在这里的话就是要客户他们说了算。你像这边就是客户他回复过来的，前膜绿色面高光面，左右机壳，就是左边的机壳和右边的机壳呢都是一样的，然后相间的 logo 字样做皮纹，就是这个玫红色的这个 logo 部分要去做皮纹，并且呢他把他的一个皮纹号发给我们了。皮纹的话有分为粗皮纹和细皮纹，它的皮纹版本号很多品种这个的话就是最好就是它要做皮纹，就是附带它的一个皮纹号。然后往下翻，这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刻字信息，再就是后面刚才所讲到的一个产品的数据问题点。这个问题点呢也是比较关键的，如果说你没有画过几套模具的话，你压根你这个问题点你看不出来，很多问题都是在分模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去看出来这个产品的一个问题。比方说我们在这边的这个图片我如果说我在这边，你像这边我不去拐这么一个台阶，我是直接我的飞行线往我们这个方向过来，然后再往这个方向过来，那我这个产品的这一个面作为一个什么点？作为擦穿面。我们前后膜能够去做碰穿的，不会去做擦穿那在这里的话，我在这边呢，就是让我的这一个面平着过来一段，然后再到我们这一个位置呢，再去做这一个擦穿面。那我另外的这个产品这一块的这个胶位呢，它就不需要去作为这一个擦穿面了。当然，如果说它产品不同意更改的，那我们直接在这一边呢，它也能够去做出来。但是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因为长时间的一个就是前后膜的一个擦穿这个擦穿面我们一般呢会去做一个2度到3度之间，最少2度的一个斜度那我这必须要保证我现在红色所画的这一个面呢，它必须要有2度以上。他如果说他不同意这样子去更改，这边不同意这边呢有这一个夹线，这一块去给它去分到后膜，那必须呢这一个面呢就要去改到2度到3度，而且这样子去分模的话，这样子去做分型的话，这一个面长时间的这一个做速生产，这个面它肯定会跑毛边，就是飞边这个面因为长时间我们碰穿肯定比擦穿好，这个也是我们分模总结的8个字：能碰呢不擦，能碰穿不做擦穿，然后能延不拉。我们产品能够延伸就不要去用拉伸，跟着它产品的这个胶位面整体呢跟着它的一个方向去进行延伸。这边的话客户他是同意了就是已更改请参考最新3D。 然后往下看呢就是一系列的一个产品问题就是我们前期呢就是要做这一个报告把这一个报告呢去做出来，人家知道大概性
根据你的这一个报告呢，他能够知道它的这一个模具。它的这个产品到时候呢要模具多大，它要放到多少吨位的一个注塑机上面去生产，包括呢它的这一个产品的分型和一些结构如何去进胶，大概呢会有一个了解。在这里的话，产品分析分为有2种，分为一种呢就是人工，就是我们模具设计自己拿捏这个产品。当我看到这个产品，那我就知道，这个产品它这个地方进胶好一点，它的顶出要怎么去顶好一点，能够去通过人工去判断出来。还有一种方式呢，就通过这一个模流分析这个的话就是会分为有2种当然模流分析它的话，它就一个点呢，这个模流的话，它就是通过软件去分析那这个产品它从这个位置，比方说从这个位置去进胶，它所会去产生的一系列的一个后果。那这个包括就是它从这个地方去进胶，这个产品它成型需要多久？然后的话，我们做这一个报告之后呢，它会提供给我们，就是像有些产品的一个问题点，它会提供给我们最新的这一个数据，对不对？请参考最新3D。当我们拿到这一个产品之后呢，就是可以呢正常的就是去进行第一步，就是分模，然后排位，然后整套模胚，然后再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结构去进行呢，就是整套模具的一个设计。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上面这一栏就是我们普通的就是国内的我们国内的模具都是这么去做的，直接呢就是在 UG 里面去画全 3D， 全 3D 画好之后呢，直接去定料，定内模料和模胚。模胚的话，像有一些它会去直接就是购买这个标准模架，有一些呢也是就是整套模具画好之后直接全 3D 附图，也有这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自己去买这一个料，自己呢去加工模胚，一块板一块板的去买。定料的周期它是比较长的，一般呢大概性就是3到5天当然也不否认，就是有一种情况呢，有那种就是专门跟外面的这种配件店它有现成的，可能说你上午把这一个料单下去，然后呢下午呢就可以把料拿回来，有这个现成的。但是一般的话，我们前期呢就会先去把这一些重要的一些料先去下料之后，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出图、身痕状图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一个散件图、线格图车窗图把这一些图纸全部出好之后，最后面我们写这一个报名表，也就是呢一个物料清单。那这一套模具呢，等于就是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整套的模具的一个流程呢，已经走好了，然后这个就可以呢去试模了。当然试模之后会有一些这一个比如说它的产品会去更改或者呢这一个模具呢会有一点小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会去修模改模，直到这一套模具呢能够正常的量产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的模具的一个流程。像我们的系统课程第2个阶段，我们就是跟着这个流程直接去走的。当我拿到这个产品之后我们进行产品分析，分析完之后全 3D， 然后再定料、出图、报名表，就是跟着这一整个流程走的。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如果说细心的兄弟们可以看到嘞，下面它其实它就只多了这一个什么点，只多了这一个2D 的一个组装图，国外的模具，人家老外他会有一些呢，他会要求呢，他去看我们的这一个2D 组装图，就是说白了就是在我们的一个 CAD 软件里面去把整套的一个模具的一个2D 平面图给它画出来。
这一个2D 阻力图呢，我们的系统课程里面也会去讲到这一个2D 阻力图，会跟大家呢讲到我们的一个 CAD 软件的使用。在 CAD 里面，我们通过一笔一画呢去把这个东西呢去画出来，当然不可能说全靠我们自己一笔一画我们也会去用到一个什么点呢？我们也会去用到烟锈模具，也就是一个外挂跟我们 UG 里面一样，也会去用到这一个外挂。有一些出口模，它的一个要求不高的话，会有一个什么点呢？它会在这一边它是先呢把我们的一个全 3D 画好之后，然后再呢，因为我们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呢一个出图的话，你是不是就是你一块板每一个零件你去出图子，是不是？它在这里呢，它同样的它也可以呢整套模具呢转出这一个2D 的一个平面图，只是说这个转出来的这个图它肯定没有我们自己去手动的去画的要好，所以说这个就是对于一个出口模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嘞，我们可以嘞去给它嘞通过这一个 3D 转 2D 直接的把它去转出来，然后其实后面的整个流程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多了嘞这一个2D 的一个阻力图，像出口模具，然后精密模具，像那些齿轮模具，像有一些呢就是它会涉及到这一个2D 的一个组装图，所以说我们的课程里面呢也会去教到这个东西，并没有去把这个东西直接去给它去 pass 掉，直接省略掉，不然到时候从我们这一边出去的这一个学员，那会出现了一个什么点呢？从我们这边出去的一个学员在外面讲到这一个要画2D 阻力图，那听都没听说过，那这个东西还是就是有点不太专业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就去给它快速的，这个产品比较简单差不多就是1个小时左右嘞，我们把这一套模具嘞去给它设计完成这套模具我们第一步刚才所讲到一个什么点？刚才呢就是我们这一个产品要去给它干嘛？要去给它进行产品的分析，对不对？产品分析，这个产品分析，然后再根据最重要的一个点再根据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材质要去给它放置一个收缩。这个那我们就直接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产品收缩一放，然后去给它进行分模。这个产品的一个材质它是 ABS， 我们选择到插入里面选择缩放，然后呢选择缩放体，在这一边呢输入 1.005 ABS， 它的一个收缩率不同的材质会放置不同的一个收缩选择我们的产品，然后呢直接的点击确定，这个产品呢收缩已经放好了，对不对？放好之后我们再去给它呢要去自己去学会去检查这个产品它的收缩有没有去放好，一定要去检查，不要直接去放好就不管它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圆角呢，这个圆角 0.5025， 那这个我都不用去计算，肯定就是 1.005 的缩水，怎么去计算？打开我们计算机，在这一边输入我们的一个圆角大小 0.5025， 然后再除以它原有的，我可以判断出这一个产品它原本没有放置收缩之前的一个圆角肯定是一个 0.5 的，对不对？然后再等于，现在可以呢计算出我们原有的这个缩水，是不是？原有的这个缩水，我们可以呢通过多个圆角，你可以再去测量其他的圆角，还可以呢通过我们多个的这个圆柱子同样的方式，你可以呢按照它放好缩水的去除以没放缩水的这一个数，然后它等于的呢就是你的这一个收缩放置的这个收缩，然后就可以呢去进行分模了。这个产品的一个分模其实相对应是比较简单的，像我们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讲第一个阶段的一个课程系统课程。第一个阶段我们就
讲分模，分模的方法真的有很多。像其实我比较习惯性就是用实体加片体的方式，就实体加片体。我们还有实体分模，还有片体分模，还有实体加片体的分模。这几种就是比较常用到的，我一般比较喜欢就是实体加片体啊。像这一个产品，你压根你不用去做片体，它就是一个平板膜，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哦。你像这一边，它就是根据我们在这里的它的这个分析面，直接呢从这一边里面的这个可能你给它用实体给它去堵一下就好了，然后外面这一些整位呢也给它呢用到实体给它去堵一下就好了。我们在这里如何去判断出我们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分型线，它如何去分啊？哪一个位置是做前模，哪一个位置呢去做后模？我们直接在这一边用到我们分析，然后呢选择到形状，选择到呢斜率。那在这里的话，因为我刚才在上课之前我是已经对于这一个产品已经进行分析过了啊，所以说我在这边我进来的时候，我的这一个产品它就有颜色。当你们进入到这一个面分析，很多兄弟们像之前就有一个学员，他就讲到一个他刚报名没多久啊，他就跑过来，他说雨田老师什么情况啊？我进入到这一个面分析，我的这一个产品啊它是一个片体，他说为什么我在这边比方说为什么我在这边呢？我做的这一个片体，它是这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跟个线框拉面一样啊。那这一个就是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分析里面，如果说在这一个面分析里面，你对于这一个体你没有去给它去框选去分析的话，那所有的片体或者呢实体，你像在这边我随便我去创建一个保冷体随便我去创建一个保冷块，它也是这么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我们都要去给它嘞。你像比方说我要把这个去变成颜色的我们在这边呢分析形状斜率，然后呢选择出模方向 GC 方向直接点击确定，框选我们的这一个体，框选实体或者片体。像这边呢，像这个它就有颜色的，对不对？它就已经有颜色了，对不对？就是要去给它去进行分析，它作为一个分析对象，它才会去呈现它的一个颜色颜色的一个区分。那这个产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玫红色面、蓝色面。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去输入负0.5正0.5？如果说听过我们公开课的同学那在这里的话，可能说我们其他老师，青玉老师然后晴天老师他在这边他输入的这个数字呢，他就不是正0.5和负0.5了，他可能说呢负0.1，然后呢正0.1，然后负1呢，然后正1，这一个数值它只是代表我们产品的一个斜度像我们在这里，我们玫红色面。所有现在目前能够看到的一个玫红色面0.5度以上的，它就是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前模玫红色面，然后0.5度以上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蓝色。我们的分型线呢就是玫红色面和蓝色面所相交的这一条线这整位置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整位的一个形式这整位置就是直接的这个整下来，然后呢这边过来，然后呢这边再上去，就是一个整位好，然后的话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分析好之后，对不对？分析好之后我就知道我的一个分型线怎么去走。我刚才所讲到的，我们直接呢退回到这一个带边找色里面，所有后续我们整套模具的进胶顶出晕水我们整套的一个模具都是在这边的一个带边找色里面去完成。进入到面分析这边，我只是为了去区分我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前后模面，我的分型线要怎么去走。好，在这里的话，再次回到这边的一个带边找色，这个产品的分模很简单，
我们在这边呢创建一个包轮块哦，选择我们的这一个方块呢，我把中间的这一个孔啊，先呢用到这一个体呢去给它去读起来，创建一个零边的间隙的一个包轮块哦。然后这一个体呢和产品去求差，为什么要去求差？因为我所创建的这一个方块啊，它在这边呢并不是跟着我们产品的一个轮廓去走的。我要去给它呢用到这个方块和我们产品呢去进行求差，求差完成之后，我刚才所讲的外面的这3个位置，我们要去干嘛？我要去给它呢也去做成这一个方块，作为一个整位的一个形式啊。那我这边我就两边一起去做好了啊。那这边整出来一段，那我整出来大概性呢整出来一个最少要有5个毫米的一个分交距离啊，分交距离最少要有5个毫米。然后这个面呢去剃平一下，然后另外这个面呢去剃平一下，然后再去干嘛呢？再用到我们的一个方块呢和产品去进行求差，和我们产品去进行求差，两边的这个整位呢就已经整出来了，对不对？另外这个上面的这一块呢就不需要了，给它去删除掉。这2个位置一样的方式啊，一样的方式，我们把这一边呢去给它呢这边呢整出来呢10个毫米，然后另外那一端呢去整出来10个毫米，单个去做也可以啊。只是说两边反正它是一个对称的，我们就可以去考虑到一个什么点呢？我们就可以呢去直接就是给它去做一次性的去给它去做出来，就不用去省得你再次的再去给它去做了啊。一个一个去做到呢也可以的啊，像这些方块都可以呢给它去删除掉，因为我们只需要呢外面的这一个整位。一般我跟我们学员去上课的时候，一般就是比较能够带你们去偷懒的，肯定会带你们去偷懒，因为本身雨田本身呢也是比较懒的一个人，能够去偷懒，能够去节约一点时间，那尽量的就去节约一点时间，对不对？我们的时间都比较宝贵，那我们用这个省出来的这些时间，我出去玩不好吗？你像这一边呢，这个面去剃平呢，我们这一个面，然后再去呢，同样的方法哦，去给它呢做这一步，就是为了去把这一个面呢去给它做整位，去整出来。呢，所有的这个方块呢已经做好，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干嘛呢？现在我们可以呢创建我们的一个方块，就用到这个外挂里面的这个包轮体好了啊。框选产品。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大小，我们的间距留一个30左右就够了啊。这个默认间隙30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一个面到这一个面它的一个距离。这个距离的话，它是根据我们产品的一个大小而定的。你产品越大，我们距离肯定就留得越多；产品越小，这个距离呢就留得越少。这个距离最少呢，我们一般呢就是25到30，25已经到极限了。当然有一些，就像我们接的这一批外单的这个老板哦，他因为本身他的这一个模具产量不高，他的这一个距离，他10几个毫米他也敢做。那个运水螺丝挤的就是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已经完全就挤一块了，哪个缝里都去钻。他有时候就是会去做十几个毫米也敢做，因为他本身就是自己厂里面的模具，然后自己厂里面的产品，比较节约成本哦。这一边的话，这个默认间隙30，大小取整呢10个毫米，然后呢在这边我就给它呢取成这个整数了，130、280，然后呢80的这一块料。现在我要干嘛呢？先去和我们产品去求差，求差完之后，再去和我们创建的这一些实体去求差。很多这种情况啊，就是你在这边你的方块太多了，你一个一个去求，你肯定会漏掉。好，现在的话，我就是一个实体加片体啊，
我这个就是一个纯实体啊，就不需要去做片体了，我直接给它砍一刀，以哪一刀去砍，就是这一个平面，它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分析面，对不对？选择这一个体，然后呢，选择新建平面，就是一个平板模啊，选择呢我们的这一个面，然后呢，直接来点击确定，好，移除一下参数啊。移除一下参数，把我们的这一个呢，就是这几个它是作为什么的呢？这几个它是我们前模的，我们给它呢，给前模去求和起来，它是属于前模的啊，这几个啊，另外还有这一边一个啊，它是属于前模的，我们跟前模呢去给它呢进行求和。然后另外的后模的呢，后模这一块是不是这一块是后模的，对不对？我们呢跟后模去求和，是前模的就跟前模去和，后模的就跟后模呢去进行求和。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可以去给它来改一个设置对象颜色，随机去改变一个颜色。像我呢，一般呢，我比较喜欢就是前模呢，我去给它来改成粉色，毕竟还是有一颗少女心啊。虽然说一大把年纪了，也在这里。在这里的话，那我前后模就已经分开了，对不对？已经分开了。分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呢去调整我的这一块体的一个，我这个体，因为我创建的一个方块是什么点呢？我创建的一个方块呢是一个什么点？就是我已经创建了以10为整数的，是不是？我刚才创建方块的时候，我下面已经呢就是取整了，对不对？我创建出来的这个方块，它肯定是一个整数的。但是我的高度它只是呢，就是我的前后模加在一起的高度作为一个整数，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们要去再次的呢去找到你的分析面呢，去给它调整这一个高度，这一个调整的这一个高度，并且呢，它决定我们内模在前后模框的这一个位置，就是能够去决定它的一个开框的一个深度。一般的话，我们高度就是我的这一个内模的底面和产品的料位面这一个高度啊，它和我们所调整的这一个宽度和长度它是一样的。你像我在这里30.9，我整块的这一个这个高度呢，我30.9，那我在这边呢，直接用到我们修剪体，然后选择这一个体，然后选择我们的这一个面，然后呢负30，然后把我们现在我如果直接咔嚓点确定的话，我上面的这一部分保留了，下面的直接给我咔嚓修剪掉了。我们要保留下面的，然后修剪上面的，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选择反向，一定要把这一个预览打开一定要把这一个预览打开。然后另外的这一边呢，一样的，我们选择呢这一个面，选择呢另外这个面49点多，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呢这个位置到我们这个产品它的一个高度到这里的35。到这一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呢是30，我们是以30去创建的这个保冷块，对不对？35、36，这个位置呢，就是因为局部的我这个产品呢，只有这个柱子稍微高一点点，可以呢适当的就稍微少一点点。刚才我们在这边呢看到这个数是一个49，对不对？49的话，我选择呢这个体，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们呢45，给它呢调整一个整数。尽量的就是以5个毫米、以10个毫米呢去调整这一个整数啊。好，现在我们的一个前后模的高度已经调好了，调好之后，我们还会去考虑到一个点，就是我这一套模具要出几个。很多种情况可能说呢，在这一边，其实这一套模具它是一个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它是和另外一个产品呢去组装起来的。像这边呢，它是一个，你像这种排位线数是一个什么呢？排位线数这种呢，它就是2+2了。
因为有两个产品，这两个产品一样，对不对？然后这两个产品一样，就是一个 R 加 R 了哦，R 加 R 的一个排位。我们这一个排位它是根据一个什么点来的？有时候就是人家客户他只把这一个产品给我们，他并没有去指定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就是没有去指定这一个产品，就是这套模具它的一个模穴数啊，我们管它一个模穴数，就是我这一套模具我要去出几个呢？可能说他就把这一个产品给你哦，我这个产品我要去开一套模。那我开2个呢，还是开4个呢？还是开6个，还是开8个呢？还是开1个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取决于它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什么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模具的一个产量，因为这一个点产量越大，那我优先的去考虑什么点？优先的去考虑到就是我这一个产品。我如果说我1出4和1出2的，那我1出4的肯定能够去满足它的这个产量，对不对？甚至我1出8、1出161出24，这个我模穴数越多，那它的这个产量大，那我肯定就是模穴数做的越多，是不是？然后再就是第二个点是什么点？注塑机。注塑机的一个大小啊，我们课堂里面有没有在注塑车间上班的兄弟们啊？注塑机的大小，它一定决定了你的模具大小，因为你1出4的模具，你肯定比1出2的模具大，你1出8的模具肯定比1出4的模具大，你的模具越大。你所用到的注塑机也越大，它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在开模，它生产这一个产品，它肯定呢，它会有这一个要求，它要去放到多大的一个注塑机上面去生产这一套模具，去打这一个产品，所以说去决定这2个点啊。当然有一些的话，它会直接就是直接。在前期的话，它会有要求。你像比如说我刚才给你们打开的这种淀粉报告，一般的话就是1个左右即可。这种模穴数呢，就是呢1加1，就是每一个产品出1个。这一套模具它有2个产品，2个产品呢，它们各自都不一样，所以说呢用到加号去代表。那我们在这一边，我就以这一个产品去排一个1出2的啊。去给它进行排位，排位的话，在这里排位我们要去考虑到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是我的这一个产品它要怎么去近焦好一点。你比方说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是两边对称的还好哦。比方说你像有一些产品它是一个不是对称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这一边呢，排位的话，你就要去考虑到，我们排位只能去用到一个呢平移复制，只能去平移复制，还有呢一个旋转，只能去平移复制或者呢去旋转去复制，千万不能去用到镜像哦。镜像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一个产品呢，它两边它是一个对称的。然后我们在这边刚才所讲到一个点，就是你要去考虑到这一个产品它的一个近焦位置，是不是？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去近焦的？你近焦的它取决于你的这一个排位的一个样子。像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我去排位呢，我要么呢就是呢我直接呢以这种方式呢，这边呢往这个方式呢去给它去进行平移复制一个，然后要么这个就是第一种方式啊，然后呢要么呢就是呢我们往这一边呢去给它去复制一个，我刚才所讲到的就是平移复制这2种方式，是不是？你这个就是第2种，然后这一边呢就是第一种。如果说我们选择到第1种，我的这个模具它特别细长了，对不对？
它特别细长了。我的这个模具这边这么窄，然后呢这边又这么长，而且的话，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我从这一端去近焦，我的这一边呢它是从这端去近焦，这一边这个产品它是有一头小，这边这一头小一点，然后这一头大一点哦，然后这边的这头大一点，然后呢这边这一头小一点，那我也不能去给它呢去进行这一个平移了。我要去给它呢，用这一个点去给它呢，去旋转180度，去旋转过去。所以说第一种方式呢，我们直接呢就给它去 pass 掉，直接给它去 pass 掉啊。然后的话，我在这一边啊，就是我们刚才啊，我直接给它去平移复制过来。我们选择第二种这一个排位方式，是不是？我在这一边呢，去选择呢，我们这个面到这个面。那我两个产品之间啊，我就有70多个毫米了，那这种肯定不科学，对不对？我刚才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大小，这个产品到这个产品的一个边缘30左右，对不对？那这边有70多，就是因为你在这边你去留了30，你这边去留了30多，那你肯定就有70多呀。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在复制之前啊，我们先给它呢去缩一下，偏移-15。往这一边呢去给它去偏移，然后呢往这边去偏移，偏移呢-15啊。然后的话，我再呢去给它来复制这个宽度，可以去测量一下100，Ctrl加T，移动对象选择它，然后呢往我们这一边呢就是呢100。给它来复制一个过来，不管你往我们左边和右边复制，它都是一样的哦。来给它复制过来，然后把我们前模2块合并起来，后模2块呢合并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两个产品它们之间的一个距离，就是一个现在有40左右了。像这个位置估计就是稍微少一点点。这个其实如果说做到比较节省的，还可以就是省一点点哦，就是两个产品还离得近一点点，还可以离得近一点哦。我在这一边我就把这一块体呢稍微的干嘛呢？往这一边呢-5，减掉5个毫米，来，然后再把我们的呢2块前模合起来。然后2块后模合起来，现在就是一个35左右哦。刚才量了一个40，对不对？我们减掉了5个毫米。然后这两边的话，这两边我可以去测量一下嘞。这两边195、200，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就是留的一个什么点呢？留的一个20，对不对？这边至少嘞，我们还要去做出去10个毫米，做出10个毫米啊。我们可以直接呢，就是加7.5，或者呢12.5，或者加12.5。这个的话，我们就给它来做成一块的一个整数啊，来220，然后这个长度的话呢，就是280。调好之后啊，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我的这一个坐标中心啊。比方说，现在我在这边我去测量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绝对坐标的一个中心在我们的这一个位置哦。因为我这个产品是在模具里面拿出来的110，然后呢这边稍微偏一点点哦。我在这边，比方说，我先把我的这个内模我先给它去移开哦，先给它去移开。然后我在这里，我们要去干嘛呢？设置为绝对坐标。我的绝对坐标它是不动的，它是在这里的。现在目前我要把我内模的中心去放到我的一个绝对坐标一个中心来。然后我在这里同样的呢，移动对象运动方式呢就不是一个动态或者一个距离了，我们选择呢点到点，指定出发点，选择呢2点之间。选择对角内模的2个点，那现在捕捉到我中心的这一个点，它是在这里，是不是？然后呢，点击确定，指定目标点在这一边呢，选择自动判断呢，我的一个目标点在这一边，直接的点击确定，然后呢，点击移动。现在的话，我的内模中心啊，就放到我的一个绝对坐标一个中心点了，一定要去做这一个步啊。做这一步，
也不是说非得要去做这一步，因为你做了这一步，你后续画模具，你才能够就是更加的快捷。你如果说你没有把你的模具真心去放到绝对坐标真心，到时候每一次就是你比方说我们这个1/2的，对不对？这个就是1/2的，对不对？我在这边我只需要就是把这一个产品的一个水路顶针排布好，包括它的一个近焦画好，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一边呢去给它去去给它去复制过去就好了。我们排位是按复制过去就好了，对不对？可以去指定它的某一个距离去给它去复制过去就好了。特别是那种就是旋转的根据我们模的一个中心点去旋转排位的，那这种就是必须你把这个坐标呢，就是你模人的坐标，也就是我们模具的坐标中心去放到绝对坐标中心。像我们通过这个去调模胚的话，我在这一边呢，它也是根据我们绝对坐标在哪里，模胚它就在哪里。如果说你的模人在这里，你的绝对坐标在这里，那你现在所调的这一个模具呢，它是在这里，但是你的内模呢，它是在这里。所以说你在调模胚之前的话，那你不管去用到我们这一个外挂这些东西的话，你都要去把这个坐标每一次要去移一下，就比较麻烦所以说一次搞定。当你分好模之后，排好位之后，就把我们的这一个模具中心位置去放到这一个绝对坐标，绝对坐标它是不能动的。我们这个坐标你所移动的它只是一个动态坐标，你再次在这边你去回到这一个绝对坐标，它还是始终在它原有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只能去移动你的这一个内模，不能去移动你的这一个你每次去移坐标呢，那就需要每一次去移。在这里我们去调模架，如果说没有经验的兄弟们，那在这边可能说呢，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模具调多大呀。模具多大它是取决于内模多大，你的内模越大，你的模具就越大。在这里外挂它会有一个比较快捷的，什么快捷的呢？它在这里的话可以去点击测量模人，它给你呢去匹配到它合适的一个模架，它可以去帮你去匹配。但是的话它也不是一个一定的，它匹配出来的也不是一个正点的，就是不一定合适的。合不合适取决于就是你的内模。你像这边我们刚才所测量这个数是220，对不对？这边的这一个数呢是280，这个220我们一般没有滑块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去加一个50就够了。你说220，我这边呢去加一个50，然后这边呢去加一个50，两边我们就是100的一个距离，对不对？100的距离加上220，那我这边呢就是320，它给我们匹配出来的呢就是一个400的一个模胚它给我们匹配的出来的就是一个400的一个模胚。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做到比较节省的话，我们可以呢去选择呢350的一个尺寸，350的一个尺寸，然后这边280，我这边去加50，然后呢这边去加50，甚至我们都可以呢330、350都可以。350它只是呢单边多个10个毫米。然后280的话，280我们加100就是380，它没有380的，是不是？后面的两位数没有380的，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选择呢3540的就可以了，或者说呢3340，勉勉强强的也是可以的。我这边我就稍微大一点点去做3540的，3540，然后再就是 AB 板它的一个高度。AB 板的高度取决于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开框的一个深度，在这里我们 A 板前内模它的一个开框深度是多少呢？开框深度我们刚才呢就是一个30，对不对？
一个30，像这种我们前模的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一般呢我们留一个30到40之间。所以说30加30，我们 A 版呢，我可以呢做到60，做到70，60差不多了啊。其实在这边呢，我就选择了60。然后后模的话，它是取决于你开框，我这边开框的一个45，对不对？它是取决于你开框的深度1到1.5倍。那你可以按这个1倍去计算，45乘以1，那就是我下面的这个距离，我最少要留45。为什么后模它要比前模要留得多？因为什么点呢？对于我们整套模具的一个注塑压力，在这一边的话，我们的基嘴啊，我们的前模进胶，它是从上往下冲的。对于我们后模的这一个压力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 B 板这个位置，它都是一个悬空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这一个厚度呢，它是有要求的。你在这边，你如果说你留的比较薄，长时间的这一个压力的一个冲击下，那我们在这里呢，我的这个模具很有可能会变形，会弯掉，对不对？就好比我们在生活中可能说你们男同胞哦，可能说生活压力、经济压力都会在于你们的肩上，可能说相对应的，可能说女同胞呢就稍微呢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当你的压力越大，你总有一天你会憋不住，是不是？你对于这一种就是外界的一个压力，你肯定是受不了，你会崩溃的。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们前期就是这个位置，它一定是取决于你开框的一个深度，然后再去加的。像这边45，然后我这边呢最少45，一般的话就是你可以呢按45乘以1.5去计算，我们也可以呢就是1倍你去加上10个毫米，然后呢再去或者加上10个毫米，或者呢20个毫米之间，45加45我们90，对不对？那我这一块板我可以呢 B 板做到100，这套模具其实还好，这套模具它整体它的一个大小不是特别大，对于大的模具，像这边这种位置有一些留100多都有哦。那我这一边呢就留个 B 板，我们的高度呢就留个100的。C 板就是我们的一个仿铁位置啊，仿铁位置，如果说没有对于这一个产品它的顶粗不是特别多的话，我们不会去更改它标准的。它在这一边，它所出现的这一个100的这一个高度，在这里的话，这个高度的话，它并不是说我们我们是可以去更改。但是如果说我这个产品我靠这一个顶粗，就是一般的话就是这个距离我的顶粗距离，因为我们下面的顶针面板和顶针底板要往上去蹬的，对不对？这边我一般就是留一个纤维柱的一个高度就可以了。纤维柱的高度呢，一般10个毫米到20个毫米左右。然后以上的呢，当我们的纤维柱的这一个面顶到 B 板这个位置，那我这2块板就不动了，就是这2块板它是要往上去顶出的。就是这个距离如果够的一个情况下，不要去更改我们标准的这一个 C 板，也就是呢仿铁，也就是磨角，叫法不一样哦。就像你们看到美女，可能说有些兄弟们可以喜欢叫美女，然后有些兄弟们呢喜欢叫小姐姐，它其实讲到的是同一种东西哦，它只是名字不一样。在这里的话，就是我在这边的 C 板我就是100，我就不改变了。然后 AB 板间距、垃圾钉高度，这个都是按标准的来哦。边倒角就是我边上这些边边角角的，它都会给我导个2个毫米。然后螺丝，国内的模具我们就用 M 开头的。下面一种呢就是英制和美制出口模具会涉及到这一个螺丝啊。然后导柱的话，国内的模具用到国内的，然后下面也是英制和美制的。
我这边我就选择国内的导柱位置没有要求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没有特殊结构的一个情况下，在这边呢，我们统一把我们的导柱做到后模然后要针托丝，针托丝的话就是我们顶针板导柱就是我们顶针板导柱，如果要的话就勾选一下，要与不要，它的价格它会相差几百块钱像有一些厂里面它做到比较节省的，它就为了去节省这几百块钱，我们可以看到呢，要针托丝3174，然后不要呢就是2900多，少一个100-200块钱，是不是？这个东西要与不要取决于厂里面。然后鞘膜槽，但是针托丝有2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种，顶针多。当我们的顶针特别多，并且我们顶针小顶针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就是直径3以下的，我们都会去算它一个算小顶针当我们顶针多，小顶针特别多的一个情况下，是必须的要这个东西的。第二种情况下，斜顶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当我的这套模具斜顶你有个十几个、20几个、30几个，那这种就是必须要去放这一个顶针板导柱这几百块钱就省不了然后鞘膜槽就是每一块板我们去撬开它的一个槽，这个我们做钳工的兄弟那肯定就是再清楚不过的，因为每天都是跟这些东西去打交道的。然后排气，导柱排气开模框，我们可以呢一次性给它去开出来嘞，在这边可以去调整呢，调整比方说我这个阿漏角阿漏角呢，我要去给它去调大一点，稍微的可以去给它去做大一点，给它呢把这个框给它去开出来。然后 KO 孔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是不是小顶这个模具这个大小要不要无所谓，这个模具比较小300多，一般我们考800以上就是800以上，我们再给它呢800到1米以上的，我们再给它呢考虑放这一个小顶。防尘板老外的模具肯定是要求去放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边呢去给它去盖一个板子，如果要的话你可以去勾选一下可以去勾选一下。国内的模具一般没有，一般不会去要这个东西。然后全部吊环孔，就是每一块模具，就是每一块板都会有这个吊环孔，这些选择好之后，直接呢点击确定就好了。直接点击确定就好了。点击确定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一边呢，可以看到，这个给我做出来一个怎么做出来一个畸形的？什么前模给我做成这样子，后有2块后模嘛？有2块后模嘛？这个就有点奇葩了我前模只有一部分，后模呢，那对于这种没关系我们在这里呢，我在这一边呢点击删除模配，就这个就有点奇葩了真的。那在这里呢3540 60 100，然后100，然后要这些的开模框这个就有点奇葩了。突然可能说这个文档里面它本身有一套模架，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它有2个后模部分，前模部分又没有。来，整套模架呢就已经掉出来，这个就是一个防尘板防尘板要不要的无所谓，这个东西我就给它去，这块小的我就给它去删掉了根据厂里面的要求来，这个就是一个防尘板，它不是铁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板子，就是为了我们模具它是这样子装到这一个注塑机上面的，就是为了什么点呢？就是为了这一块板，它在这边呢，如果说没有这一块板，它这里会有这一个灰尘，因为它是个悬空的，对不对？长时间的话，它会有飞尘。会往这个里面去掉，所以说呢，去给它盖一个板子。
然后像这边的这个圆角呢，可以去给它去进行删掉了，多出来的这个假体哦。再就是干嘛呢？再就是我们再有个十来分钟，我们再讲一个流道哦，讲一个流道近焦。这个产品的话，我们是采用到什么呢？采用到潜水近焦哦，直接潜到我们的一个产品侧壁，因为这个位置它比较高，它有位置去潜。那对于这种呢，那我就直接就是呢这样子呢去近焦进到这里好了。为什么不直接就是进到这种针尖位置？第一个点，我们要考虑到这种位置就是我们这种长条的产品，直接在它针尖去近焦，它的一个成型过程呢，你比方它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测试图啊。比方说，我们就看这个产品的一个测试图。比方说，我直接进到它的这个位置，它的胶料就是从这一个点，它分散到两边，对不对？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它所呈现的，就它两边都会往这一边去，就是往两边去翘起来，就是会这样子去弯曲，这边来往这边撑，这边来往这边去撑。所以说这种长条的，特别就是那种那种汽车的那种装饰件那种长条的啊，一般的话我们都是呢能够尽量的，其实从它的这个方向去进，从它的两端方向去进是最好的啊。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那我在这边我的基嘴，我们基嘴模具的中心，基嘴肯定在这个位置啊，我不可能说，哎，我的流道呢绕到这边来去进，然后呢绕到这边来去进，绕这么远，对不对？所以的话，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尽量的往这两边去靠，进到这种位置呢，它是最合适的啊。进到这边的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那我在这一边呢，直接呢设计特征圆柱体，然后呢在这里因为我的这个面它就是一个平面。如果说那种就是异形的曲面的话，我这边我就不讲了啊。异形的曲面的话，你就要在你的这一个找个平面去把这一个流道的一个曲线去画好，然后再用到投影曲线呢，我这边我就不操作了啊，直接去投影到我们的这一个曲面上面，然后再去用到管道，再去做流道。这个的话，我直接就是一个6个毫米，然后呢，直接呢在这边指定自动判断，像自动判断就是我的这一个中心点，然后呢点确定，直接呢给它创建出来这一个流道。这边呢稍微呢还可以呢过来一点点，对不对？稍微还可以过来一点点。然后呢，插入设计特征流道的话，尽量的做到一个主次分明，主流道比我们分流道稍微的大一点点啊，稍微去大一点点。你像这边我主流道去做到6，我分流道呢我就去做5个毫米就可以了。然后在这边去指定这个点，去指定它的一个方向，来，不要这么长哦。不要这么长，像15老早够了啊。然后的话，这种位置我再去画一个近焦点呢，再画一个近焦点，这边呢 1.2， 然后画个15个毫米，估计15个毫米都不要啊。往我们下面的方向呢，15个毫米那都不要，看上去就太长了，10个毫米。然后你把这个小的一个圆柱体啊，去给它呢旋转一个角度，潜水的角度不要大于55度啊，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潜水它在我们模具里面要去变形出来的。45，来，负45，来。稍微这个样子已经完全潜到里面了，你可以呢去调整它的一个宽度啊，去调整一下啊，来调整一下。然后的话，我们在这里呢去给它呢导一个圆角，这边5个毫米的流道，那我就导一个它的望镜导个2.5，然后再呢去干嘛呢？再去给它呢拔一个我们潜水的一个角度。拔一个角度，拔多少度？这一个角度的话，我们潜水刚才所潜到产品的这个角度，最佳的角度就是45度啊。
不要大于55度，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潜水它变形出去的啊，脱模的。这个角度的话，我要去拔多少度呢？它是取决于一个什么点？它是取决于我们这个流道的大小，就是你大头部分呢，拔到和我们流道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那这个潜水呢已经出来了，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近焦点呢，去给它呢，这整近焦点你就可以呢直接去镜像过去了，因为两边它是一样的，来给它呢镜像复制过去。然后这一边呢，设计一段这一个冷流道，设计一段冷流道出去，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啊，这一边呢偏个10个毫米偏出来，然后再去给它呢导这一个圆角，这边就是6个毫米，那我就导呢它的半径呢导3个毫米，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流道呢，直接潜水近焦，潜水近焦，像我们的这一个图层一定去给它归类好。就是我们呢，这个就是我们模架100以上的就是模架，前模呢10层，然后后模呢20层。这个图层它是根据它可能每个厂里面呢，它都会，你像我产品放到50层，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标准。这个流道呢放到9层。因为就是方便我们现在，如果说我只单独的打开前模，那就把10层打开；单独的把后模打开呢，那就把20层打开。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分模排位及近焦已经画出来了啊。近焦你像我们的这一个顶出不是我们的顶出水路然后我近焦的这一个，比方说我近焦这个脊椎，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调出来啊，脊椎近焦，然后选择了脊椎的话，它在这边呢，要根据注塑机的一个大小，就定位圈的一个大小，这个大小的话肯定就是100的，然后脊椎12个毫米可以，然后灯台呢去给它去匹配，这整脊椎能够往下沉呢，尽量的呢就是给它去往下沉啊，尽量的就是直接往下去沉。它在这一边它有 A、B、C 有3整啊。你像这种有 A、B、C 有3整，我们都是就是可以去根据每一个厂里面的一个标准去选择啊。像有些厂里面他就喜欢用锁螺丝的，有些厂里面呢他就喜欢用这一个销钉的，根据厂里面的一个标准去选择。像这种我都是选择的 A 型啊，然后呢深层3D， 这个脊椎和定位圈呢就已经做出来了啊。来就已经做出来了，像这种该求差的就去求差嘞，这个和前模去求，前模和脊椎去求差，前模求差之后，然后再和我们的这个流道该求差的也去求差。今天的话那就先讲到这里吧。